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今天呢，我們要來聊一個超級精巧的歷史故事。這故事是關於一個長期被主流社會排擠的群體，但他們沒有坐着等待別人來拯救，而是選擇自己下場當玩家，用一套非常高明的策略，硬是為自己爭取到了話語權。這不只是一個族群的求生記，更是一場關於身份認同跟政治智慧的精彩博弈。好，我們直接把場景拉回歷史現場。伊朗的猶太社群，你想想看，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已經待了超過2700年，這有多久？這比很多我們現在熟知的國家歷史都還要長得多。不過啊，歷史悠久不代表你就理所當然地被當作自己人。我們來快速跑一下這段歷史的幾個重要節點。最早在西元前8世紀，他們就已經定居在這裡了。後來到了西元前6世紀，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還解放了所謂的巴比倫之囚。這位大帝在猶太歷史上可以說是英雄級的人物。然而，時間快轉到16世紀，當什葉派伊斯蘭成為伊朗的國教之後，他們非我族類的身份就等於是被官方認證了。但我們今天故事真正的起點是19世紀，那是一個他們在社會上被壓到幾乎無法呼吸的艱困時期。當時的歧視不是那種很抽象的法律條文，而是滲透到你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裡，充滿了羞辱感。比方說，你不能在最熱鬧的市集開店做生意，法律上你的命就是比別人賤一點。你聽聽這裡有多誇張，下雨天他們還不准走在某些街上，為什麼？因為怕他們濕掉的衣服滴下來的水會污染到穆斯林，還有像是不能騎馬，必須穿特定的服裝等等。這一切的目的就是時時刻刻在提醒他們，嘿，你們不一樣，你們不屬於這裡。好，在這種快要喘不過氣的環境裡，轉機出現了。20世紀初，有2股很強大的外部思潮吹進了伊朗，但他們帶來的不是一張讓你逃難的船票，而是2套足以改變整個社群思維的思想工具，點燃了一場深刻的內部革命。這2種催化劑，第一個是現代教育。當時一個來自法國的猶太組織在伊朗開辦了新式學校，教的不是傳統經文，而是科學、人文這些啟蒙思想。這等於是幫他們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。第二個就更關鍵了，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西安主義。不過你先別急着把它跟移民以色列畫上等號哦。在這裡，它的作用很不一樣。它帶來的是一套全新的政治語言，像是什麼是民族，什麼是國家主權，怎麼做政治組織，甚至還讓女性在公共事務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新角色。接下來這個觀點是理解整個策略的關鍵。對當時的伊朗猶太精英來說，錫安主義的價值並不在於回到應許之地，他們反而非常清醒，心裡想的是，錫安主義這套東西很棒，但那是為了解決歐洲猶太人困境的方案。我們的家在伊朗已經待了幾千年了。所以，他們擁抱錫安主義，是把它當成一種現代化的工具，用來學習如何組織、如何發聲，最終是為了確認自己伊朗人的身份，而不是一張離開故鄉的地圖。好，時間我們再快轉一下，來到2戰結束之後，這個時代全世界的秩序都在重新洗牌。這對伊朗的猶太社群來說，既是充滿致命危險的生死關頭，卻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。他們就站在這樣一個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上。他們當時面對的真的是一個天堂與地獄的選擇。一方面，威脅來自伊朗國內冒出來的法西斯勢力，這些人直接學納粹那套，搞什麼種族純潔，擺明了就是要消滅他們。但另一方面呢？一道門突然開了，新成立的伊朗共產黨，也就是圖德黨，第一次在政治上公開說，歡迎猶太人，歡迎女性，都來加入我們。你看，一邊想讓你消失，另一邊卻給了你一條直通政治核心的高速公路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個數字你一定要記住。這個機會有多重要？這麼說吧，
在圖德黨最強盛的時期，黨內的領導階層有高達1/4，也就是25%是猶太人。你想想看，一個長期被排擠在權力核心之外的群體，現在突然在一個主要政黨裡佔了1/4的領導位置，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這條新的政治路徑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。好了，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今天整個分析最核心、最精彩的部分了。這些進入了圖德黨的猶太精英，他們打造出了一套，這是教科書等級的生存策略。而要理解這套策略，我們就要來看一份他們當時在1951到1953年之間辦的報紙，叫做《巴尼阿黨》。我把這套策略稱為愛國主義反擊。它的高明之處在哪？在於它完全不打悲情牌，不去說拜託不要歧視我們。不，它的玩法是更高維度的。我舉個例子你就懂了。這就像在公司裡，如果有人排擠你，說你是外人，你最好的反擊方式不是去解釋你有多努力，而是直接跳出來，把公司目前最頭痛的那個案子給解決掉，讓你自己變成整個團隊不可或缺的存在。他們做的就是這件事。那這套愛國主義反擊具體怎麼操作呢？主要有3個大招，或者說3大支柱。第一，我比你更愛國，我來捍衛國家主權。第二，你敢反猶太，那你就是反伊朗，你就是賣國賊。第三，給我資源是你的物，因為我是公民，這不是什麼恩惠。接下來我們一招一招來看他們是怎麼打的。先看第一招，捍衛主權。當時全伊朗上上下下最關心的大事是什麼？就是要從英國人手裡把石油的控制權搶回來，搞石油國有化。這份猶太人主導的報紙就用最大分貝、最激昂的文字去支持這件事。這等於是在對全國人民喊話：嘿，在這場攸關國家存亡的戰役裡，我們是跟你站在一起的戰友，我們是自己人。再來第二招。這招真的太聰明了，他們直接重新定義了遊戲規則。他們提出一個論述：現在國家正在跟外國人鬥，你在這個時候跑來攻擊國內的猶太人，你這不是在搞內部分裂嗎？你這不就是在幫我們的敵人嗎？哇，你看這一招直接就把所有反猶的人都打上了不愛國、賣國賊的標籤，從道德制高點上徹底瓦解了對方的攻擊。最後第3招，要求公民權利。以前他們辦學校的錢很多都要靠國外猶太組織的捐助，但現在他們不這麼做了。他們直接跟伊朗政府說：“我們是伊朗公民，我們的孩子就是國家的未來，所以辦學校的錢，國家你得出，這是你的責任，不是外國人的慈善事業。”你看，這不只是在要錢。這是在政治上要求國家承認他們完整的公民身份。好，那這就引出了一個大家肯定很好奇的問題：身為猶太人，他們對才剛成立沒多久的以色列到底是什麼態度？他們在這點上的處理方式可以說是滴水不漏，而且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猶太社群非常不一樣。他們的立場，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很特別的非西安主義。核心觀念很簡單，我們支持以色列存在的權利，但是我們的家在伊朗，我們是伊朗人，所以他們公開反對大家一窩蜂的移民去以色列，反覆強調伊朗才是他們唯一且真正的祖國。這個立場多漂亮，既對國際上的猶太同胞有了交代，又把自己伊朗人的身份盯得死死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們是怎麼說服伊朗政府去承認以色列的？他們完全不提什麼宗教或民族情感哦，他們是從一個純粹的伊朗愛國者角度來做戰略分析。他們說，第一，以色列剛把英國殖民者趕走，跟我們一樣是反殖民的戰友。第二，承認以色列不是猶太議題，這是伊朗的國家利益，可以多一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盟友。你看，每一句話都是把伊朗優先放在最前面。好了，講到這裡，我們來總結一下。這個精彩的歷史攻防戰到底藏了哪些值得我們學習的生存智慧？回顧整個過程，伊朗猶太社群的核心策略其實就是8個字：讓自己變得不可或缺。他們不是被動地去證明自己無害，而是主動地去成為國家最重要議程的倡導者、
和捍衛者。透過把自己跟整個國家的命運緊緊綁在一起，他們就為自己的社群贏得了一個最寶貴的安全空間。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。我們看到伊朗猶太社群透過3大支柱的愛國主義反擊策略，成功地應對了生存危機。第一，透過支持石油國有化，將自身與國家主權綁定。第二，將反猶主義重新定義為分裂國家的叛國行為。第三，要求將社群權利視為公民應得的國家責任。這個案例告訴我們，當面臨邊緣化時，最高明的策略或許不是為自己辯解，而是讓自己成為主流論述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。這個生存智慧，無論是對一個社群，還是在職場中的個人，或許都值得我們深思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